观音庙前百家集结，气势汹汹，这场景蓝忘机曾经见过。如今眼前众矢之的的金光瑶，那时也站在正义大军中，喊打喊杀的口号震撼天际，独自立于对立面的是早就尸首无存的魏无羡。同样曾是仙门名人，同样曾被万人敬仰，同样一夕之间身败名裂。大概是因为这个，蓝忘机对金光瑶的态度有点复杂。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，以及人们的窃窃私语，义正言辞降魔正道的声音自是理直气壮，可暗地里无人不再念叨着同一样东西，阴虎符。也如同当年一模一样，蓝忘机眼前又浮现出那张曾经少年自缢的脸。所谓正道仙门，剥开那层道貌岸然的外壳，又和温狗差了多少？一边是正道集结，一边是金氏抵抗，两边已经对拼了许久，皆是弹尽粮绝，强弩之末。就在观音庙前互相瞪眼谩骂，正道这边骂的自然是快快归降，金氏那边也以伪君子回敬。蓝忘机并没有怎么出手，他一向有逢乱必出之名，可是对这种扯大旗讨伐某人的行动着实提不上兴致。尽管这个金光瑶其实算得上是魏无羡的仇人，这一路上蓝忘机心事重重，经年疑惑此事一并爆出，究竟何为正道，何为奸邪？而今聚集讨伐金光瑶的名门正派，当年也是这样逼死魏婴，似乎是正是邪。端看他们如何说，即使是仙都，也逃不过口诛笔伐，他们全都是魏婴的仇人。正因为如此，魏婴的仇无从报起。蓝忘机也曾有过恨到深处，几近走火入魔，想要一柄剑走天涯，杀光趋炎附势之徒。可那样既换不回魏无羡的命，也换不回魏无羡的名，等他也下黄泉了，还会被魏无羡指着鼻子骂。不对，蓝忘机叹口气，他才不会骂自己，或者说他们根本不会在黄泉见面。魏无羡心里根本就没有他，他对他而言不过是旁人而已。他所珍惜的那些记忆，那些时光，于魏无羡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此时从远处传来惨叫声，众人回头望，只见一具凶尸咆哮奔来，怨气冲天，定睛一看，竟是聂明觉。庙前金光瑶面色煞白，人群中有人高吼：冤有头债有主，赤峰尊在此，金贼还不束手就擒！金光瑶反倒笑了，从怀中掏出他复原的阴虎符。蓝忘机心一沉，只听金光瑶的声音尖锐的过分，带着鱼死网破的疯狂。聂明觉又如何？阴虎符在手，即使是夷陵老祖，我也照点等看。两瓣阴虎符合在一起，大地龟裂，地缝渗出死气，百鬼嚎哭，人间变作炼狱。蓝忘机震惊万分，目眦欲裂，愤怒炸开胸口，几乎要将他引燃。你竟敢！你竟敢！天子笑的酒香，彩衣阵的琵琶，云深不知处的读书声，飘扬的发辫，鲜红的头绳，明朗的笑声，还有百凤山树下那一个无人知晓的吻，是他的珍宝啊，放在心尖上的珍宝。独行13载，游走在再没有他的人世间，也不是没有动过邪念。道法3000，想要他回来的方法有的是，只要能让他快乐，又何惧世人口舌？可是他如何能够快乐？曾把心剖开给他看，可是他只是让他滚。他的心上人早已对这世间没有留恋，那他又怎舍得让他受苦？他怎舍得？碧晨呼啸出剑，应和着一向克己复礼的韩光君的怒吼，身形之快已然超出目力。阴虎符仍握在手中，金光瑶似乎看到剑光，眨了下眼，下意识往右挪了一步，风变得锋利，他看到握着阴虎符的手飞扬在半空，随后肩膀才传来剧痛，血液与断裂的肌肉飞溅到空中。金光瑶惨叫一声摔倒在地，蓝忘机已顺至他眼前，面上是他从未见过的恐怖杀意。碧晨剑刃上仍有他的鲜血，转瞬就要劈开那散发着阴冷绿光的阴虎符。可是那到底是阴虎符，即使比不过当年那完整的2瓣，也仍旧是阴虎符。百鬼嚎哭越发尖利，碧晨的剑刃劈不下去，斗气相冲发出的笑声足以吓破人胆。然后一瞬间，万籁俱静，鬼哭也好，厮杀也好，咆哮也好，都停了下来。阴虎符爆发出惊人的鬼气，蓝忘机险些被掀翻，向后一步踉跄，额前碎发扎进眼睛，空气很冷，让他止不住站立。周遭没有一点声音，身后传来阴森死气，
金光瑶捂着肩膀倒在眼前，失血过多让他脸色惨白，眼中闪耀着最后的疯狂。蓝忘机木然地站直身子，回头望去，他看到仙门百家，众人脸上整整齐齐的恐惧，所有人视线皆聚焦一处。皲裂的大地之上漂浮着一个人，背对着蓝忘机。蓝忘机只能看到那人一身黑衣，满身鬼气，一根发带飘扬在脑后，鼻血更冷。蓝忘机浑身发抖，几乎站立不住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那人的背影，双眼酸涩的几乎流血，在心中祈求：不要转身，不要转身！我怎敢见你毫无生气的模样？我梦中的你，笑着也好，哭着也好，开心也好，难过也好，眼睛总会发光。然后那人转过了身，诡异的白瞳，清白的面庞，与从前没有半分相似之处。可是不会有人认错，那是夷陵老祖魏无羡。金光瑶捂着断臂，挣扎着站起，几近疯狂地对所有人吼道：我做到了！我修复的阴虎符，照出了夷陵老祖。魏公子，魏公子，你不恨吗？恨这伤你害你的名门正派，恨这道貌岸然的仙门百家。仙门众人不敢出声，有人甚至已经吓得尿了裤子。魏无羡是否真的罪大恶极，不少人心里其实明白，只是当年众望所归，所有人都趋炎附势罢了。多年来杀拥趸、查夺舍、布法阵，确实是害怕夷陵老祖归来。然而众人惧怕的却不是恶，而是恨。夷陵老祖归来，必然是滔天恨意，普天之下无人能渡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夷陵老祖并无动静，他只是浮在半空，面对观音庙，不说话也不动，死气虽重，却无怨气，平静无波，好似一口枯井。蓝忘机站在观音庙前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胸实没有瞳孔。蓝忘机不知道他究竟在看谁，会是自己吗？他会是在看自己吗？自己在他心中是否并不只是个旁人？人间至苦单相思，他的爱意自然不会因为无人回应而更改，但这并不说明他不渴望两情相悦。蓝忘机想要靠近，想牵住那人的手，想唤他一声魏婴。可在那之前，江婉银已冲了过来。三毒出手，剑上凌厉凶狠，刺向魏无羡，带着10%的杀意。蓝忘机大惊，下意识出手相护，明剑相撞。江婉银盛怒，吼道：蓝忘机，你护着凶尸作甚？他不是魏无羡，他不是。蓝忘机岂会不知此举不妥，一旦出手，伤的不仅是他的名声，还有姑苏蓝氏100年清誉。可他做不到袖手旁观，即使这凶尸早非那个魏无羡，他也绝不会置之不理。他已经犹豫太久，若是他一早便有此勇气，他们之间会否有所转机？而魏无羡只是愣在原地，比普通的走尸更木讷，就像是一个看客，静静地看着世人相斗。蓝忘机声音苦涩：他无怨无恨。江婉银双眼发红。蓝忘机又道：他该恨的。三毒猛然发力，碧晨发出低笑。金光瑶摇摇晃晃站起来，诡异地笑了几声，说道：是啊，他该恨的，他该恨你们所有人。他付出了一切，最后一无所有。这世道本就如此，人善被人欺，恶人却能站在高处，为所欲为。在场诸位，又有谁不是恶人？风声萧萧，无人作答，只闻聂明觉的怒吼与金光瑶的笑声。金光瑶勉强站稳，抖抖衣袖，从袖中拿出了随便，抛给了江婉银。江婉银一愣，一时忘了接，随便掉在地上，发出闷响。金光瑶面上微笑不减，问道：江宗主可知，夷陵老祖他体内并无金丹。碧晨与三毒皆是一震，然后金光瑶大笑3声，对着摸索过来的聂明觉吼道：聂明觉，老子怕你吗？曾经号令百家的仙都执着软剑冲向仇敌，凶尸碾碎肉体凡胎，再多的爱与恨都化作尘土。人群中聂怀桑怅然若失，庙宇内蓝曦臣落下泪来，恨声落在地上，是非功过交与后人说。可是聂明觉仍未停下，碎尸散魂，不共戴天，一条人命怎能平息赤峰尊怒火？凶尸咆哮着转身，冲向了金光瑶的血亲金领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无人能做反应。江婉银惊呼一声金领，蓝忘机连忙收力掷出碧晨，可聂明觉的手已经快要触到金领。
肉体破碎的声音，聂明觉的手穿过胸膛，捏碎了一颗不再跳动的心脏，没有鲜血溅出。魏无羡挡在金陵身前，一双白瞳无爱无恨，静静地面对着金陵。金陵脚步不稳，晃了一晃，一张嘴开开合合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自幼的孤独与恨意，在这一刻显得无比荒唐。魏无羡抬起手，慢慢靠近金陵的脸，似乎有人在高呼危险，金陵却挪不动脚步。那只手苍白细瘦，没有一丝活人气息，轻拍金陵头顶时，却比任何人都温柔。魏无羡嘴巴微动，金陵听到一句无声的“如兰”，他不知道如兰是谁，但是有温热的液体溢出眼眶，顺着脸颊滴落到地上。然后魏无羡抓起聂明诀，跳到金光瑶的尸体边，握住了阴虎符。法器物归原主，终于发出真正的威力。阵法的光芒包裹住两具尸体，阵外是生，阵内是死，往生极乐，归处不知。从此之后，世间纷纷扰扰，再与私人无关。江晚音喊道：“你怎能不恨？你凭什么不恨？无怨无恨无执念，岂不就是缘分已尽，往后生生世世再难相见？”蓝忘机此时却想，上一次见面时，魏无羡让他滚，他为什么那么听话？魏无羡让他滚，他便真的滚了。当年他总让他一起回姑苏，既然魏无羡不愿意过来，那为何自己不能过去？人世间多蓝忘机一个不多，但魏无羡此番走了，便再也见不到了。蓝忘机感到心中前所未有的轻松，露出一个无人见到的微笑，缓慢而坚定地走入了死阵。似乎听到惊呼，听到挽留，但这都不重要了。他的心上人要和旁人一道往生，这怎么行？魏无羡说：“蓝湛，你不该来。”蓝忘机说：“魏婴，你不该走。”期盼已久的重逢，蓝忘机希望这就是永远。他上前半步拉住魏无羡的手：“你不和我走，我便和你走。”魏无羡沉默半晌：“我死前以为你和所有人一样，厌我憎我。”蓝忘机不说话，眼睛微微发红，似是受了委屈。魏无羡暗想，自己的心都碎了，怎么还能发疼？这13年来，是你日日问灵，将我留在世间。即使活着的时候再怎么错过，那从未间断的琴声总归不会隐瞒，弹奏之人爱意之深，将早就无意人间的孤魂野鬼留了下来。蓝忘机仍是委屈的样子：“我想见你。”魏无羡无奈笑道：“你要是早有今日坦诚，我也不会误会你。”蓝忘机耳朵也红了，垂下眼睛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心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魏婴，我心悦你。”魏无羡心想，自己只是一缕孤魂，怎么还能觉得脸颊发烫？你心悦我，你也不该跟过来。我死了，你还活着。蓝忘机坚定说道：“我若不来，就永生永世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早就想好，只有你。”魏无羡摇头：“你总能遇见别人，就算这辈子忘不掉我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总有别人。永远这个词太远了。”蓝忘机眉头微蹙，似是有些不高兴，重复道：“永生永世，只有你。”从未见过蓝忘机这般幼稚的样子，魏无羡睁大眼睛，似是惊讶，随即露出了笑容。魏无羡天生一张笑脸，本就该享尽所有幸福快乐，那些忧愁烦扰不应属于他。蓝忘机眨眨眼，一时看愣了。这笑容实在久违，以往每次见到都能让蓝忘机心动不已。魏无羡笑道：“蓝二哥哥，几岁了呀？”蓝忘机喉头微动：“无论几岁，都心悦你。”魏无羡双眼酸涩，想着错过的年华，错过的真心，道：“那便出去，这世上不能没有你，韩光君。”蓝忘机摇头：“这世上没有谁都可以，但我不能没有你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又没说我要离开你。”蓝忘机不解，魏无羡闭了闭眼，凑上去亲了蓝忘机一口。蓝忘机惊得往后退了半步，一张脸在瞬间涨得通红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心上人。魏无羡笑意更甚，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去把随便取回来，我把剑送你了。”蓝忘机一惊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皱眉道：“可是我如今又如何？”话音未落，魏无羡手上突然用力，将蓝忘机推出了法阵。蓝忘机大惊失色，喊道：“魏婴！”魏无羡的笑容在法阵的光芒中模糊不清。蓝忘机听到他说：“等我，等我。”朝看水东流，暮看日西坠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
蓝忘机听到结界的异动，走出净室。巡夜的弟子们看到极少出关的韩光君，惶恐又恭敬的行礼退开。蓝忘机一路寻来，走到外围墙边。已过去100年，姑苏的月光仍旧皎洁。一名少年一手抱着酒坛，偷偷摸摸地翻过墙，正准备跳到地上，便落入了一个坚实的怀抱。少年抬起头，看到一双琉璃色的眼眸，那双眼眸本该波澜不惊，此时却惊涛骇浪。月光洒下来，万物朦朦胧胧，仙人眼中似乎有泪。少年咧嘴一笑，举起手中的酒。天子笑，分你一坛，你可看到我的剑了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